破天峰百凡殿的角落中，坐在最角落蒲团上低着头的老道略微的挪了挪屁股，让自己坐得更加端正一些。丹房中，李长寿看着有些心不在焉的灵娥，笑道：哼哼，你这次倒是做得不错，知道担心师父，还知道过来与我商量一番。此前你这般细心去哪儿了？好了，上次的事不与你多计较了，今后安心修行便是。灵娥轻轻地眨了一下眼。师兄，你刚刚在夸奖我吗？我是凶恶到天天骂你不成？你平时就会数落人家。对。灵娥做了个鬼脸，心情骤然变了个样。之前像是霜打的鞋子，此时却像是雨后闪亮亮的西红柿。师兄，这个炉子看起来好厉害。不要乱碰，会咬人的。师兄，人家也不是当年12、13岁。我说，哎呀，怎么还有雷法？为兄加了一个安全装置，免得旁人乱开这丹炉。李长寿淡定了一笑，坐在门外继续看书。丹炉旁，灵娥捂着泛红的手指一阵歪头，打量着上面的浮雕。随后他在屋内逛了半圈，找了一本此前看到一半的经文，拽着蒲团去了门外，与自己师兄一左一右地待着，若门神一般。午后阳光正暖，林间风过轻稍，虫鸣流水蝶戏，云中飘远几仙。李长寿偶有所顿悟，却是不动声色，将感悟到的东西尽数接纳，不流露半分气息波动。如今境界高了，是否进入悟道状态的主动权总算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关于顿悟，他此前最担心的其实是自己临阵对决与人斗法时顿悟了，被拉入了顿悟的状态。师兄，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啊？反虚境4阶。好厉害。蓝灵娥随口应了句，低头继续捧卷品读，倒也读了些东西入心间。天庭月老殿正被大阵包裹，两个童子举着2只木牌，坐在紧闭的殿门前，右边写着月老不在家中，左边写天道庇护此地。小一点的童子嘀咕了句：师兄，咱们不告诉师父实情，会不会把事情闹大呀？嘘，你想被师父变回去吗？大一点的童子翻了翻白眼，咱们原本可只是2只相思树的树枝，好不容易得了师父的点化，你放心吧，师父肯定有办法。小童子抿抿嘴，在那儿一阵无奈。而后这2个童子在那儿等了一日又一日，等了足足半年，月老却一直未归来。月老去了何处？其实并未离开姻缘殿太远，他去了一处更为偏僻的仙殿中，找到了常年无所事事的某位仙官，送了些礼，准备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月老心底明白得很，自己没后台没背景，谁都不敢得罪，但也因此他才会被玉帝陛下放在月老这个位置，只有这般的他才不会对哪方的势力有偏移。平日里天降仙子来求个姻缘，那都是小事，如果月老真的借天道给的权柄拨弄姻缘，自己业障如何且不说，当真会搞出大事的。不过天道也在时刻监察着月老殿，月老或许刚有乱弄的念头，就会被天道1次警告，2次惩罚，3次紫霄神雷，直接灰飞烟灭。天庭势威，道门强盛，哪怕是再普通的人教弟子，月老也不想得罪。泥人出现差错，根源是在玄都大法师贸然出手，
但玄都有圣人庇护，有圣人的先天至宝太极图镇压自身，不沾因果，自身更是实力强横。他一个小小的月老，怎么敢把锅推给玄都大法师呢？这件事只能他担下来。月老心中琢磨了半夜，拖得越久越容易出现差错，我必须尽快处理妥当。思前想后，月老下定决心，直接离了姻缘殿，去了神威殿。此时月老正与神威殿的主事者某位身穿金甲的不知名仙官一同站在天道宝物星罗梦天仪之前。这仙官一边操作星罗梦天仪，一边给月老做着详尽的解释。月老放心，要说托梦这种事儿，大罗金仙超脱世间咱拖不过去，但金仙天仙这种却是不在话下啊，更别说只是个寿龄100多岁的小炼气士。但有一点您要清楚啊，托梦只能在梦中交谈，做不得什么事。这就是天道降下给咱们天庭彰显神威的宝物，唬人的罢了，所以小仙这里呢才叫神威殿。只要对方有分神、愣神，或者是醉酒、心力交瘁、疲惫、虚弱，也就是心神放松的时候，或者在闭关悟道的假寐，都能给对方发起入梦的邀请。但如果是对方不愿意入梦，那就没办法了。您要找渡仙门弟子李长寿是吧？放心，就一个年轻弟子，须臾便可。怎么搜无此人呢？这金甲仙官脖子突然向前，瞪着毫无变化的星罗梦天仪。一旁的月老露着温和的微笑，继续等待着。金甲仙官忙道：月老，您确定是这名字道号？有没有生辰八字啊什么的？有，姻缘殿就是有生辰八字。月老笑着，忙在袖中拿出了一张纸条。这一次金甲仙官低头一阵捣鼓，那巨大的梦天仪总算是开始缓缓运转了。半个时辰后，仙官长长的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梦天仪已经寻到，此刻他就在渡仙门山门中。不愧是人教弟子啊，有先天至宝庇护大教气运，当真是难查啊。月老看这边，等这个星光亮起来，就代表他睡着或是分神走神了，咱们就能够邀他进入梦境。这般就好了。月老小声问。这仙官笑道：好了，月老您稍等啊，一般来说半天之内肯定能够等到他走神。月老在旁边忙千感万谢。仙官连连摆手，言说：大家都是同殿为官，这些客套话。然而半天之后，1天之后，2天后，这怎么还不亮啊？负责托梦的仙官皱着眉头嘀咕。月老笑道：无妨，小老儿也无事，就是劳烦道友了。小事，小仙这里几年也来不了一个人，我就不信他还能够1个月不走神不成。于是1个月后，月老和仙官盘腿坐在星罗梦天仪前，4只眼睛紧盯着其上的一颗暗淡的星点。2个月后，仙官双目之中满是血丝，哑着嗓子：这宝贝是不是坏了？一个仙门小弟子在自己仙门内待着，怎么可能这么久心神都不带放松的？给那些金仙托梦都不会等这么久。这个，月老低声道：要不就算了吧。仙官大手一挥：不行，我这个人做事儿说到就要做到。要不月老您先回去忙姻缘的事儿，我在这儿继续等，有信儿了我再去通知您。姻缘自有天道掌管，小老儿也只是在旁应付些平日里去求姻缘的，在这里躲着倒也清静，就是有劳道友了。
姻缘殿若是有天道需要他捡或者拉的姻缘，月老都能生出感应，在此地等待着，倒也不会耽误事。客气客气。3个月后，某仙官扭头看了眼月老，因为长时间不眨眼，他眼珠外凸，眼窝凹陷，心底一阵焦急。真坏了吧？天道降下的宝贝坏了，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动静啊？让我在月老面前很没面子啊！以后还想请月老帮忙促成一段姻缘呢，这宝贝直接掉链子怎么行啊？仙官沉吟几声，有点没底气的嘀咕着：这个天仪不是跟天庭一体的吗？怎么可能出现故障呢？月老皱眉：道友不若……等，我继续等。您有事您先回去，我还真就跟此子杠上了。不行我就下去找他碰一碰。月老连忙说不用，在旁继续耐心等待。仙石观察着自己的姻缘殿，怕有什么大仙现身。半年后，趴在地上的仙官悠悠叹了口气，低声道：要不然咱们换个思路吧，先托梦给渡仙门的其他人，然后再让其他人通知此子，让他入梦与您相见。正昏昏欲睡的月老顿时来了精神：好法子。就是感觉被这小子摆了一刀啊，神威不复啊。这个……他是怎么做到的？半年都不给半点机会。于是半天后，李长寿正在琢磨无为经时，灵娥匆匆从林外飞来，让他不得不停下修行，关闭外围阵法。师兄，有个金甲天神刚才托梦给我，他说想托梦给师兄你，让师兄放松下心神，说是天庭正神姻缘殿月老有要事想见你。托梦？月老？李长寿眉头一皱，顿时意识到事情或许并不简单。没有无缘无故的找上门，只有我没有看到的算计。此前突然心神烦乱，而后杂念乱生，逼迫的我不得不祭出秘宝白眉老后图，随后便是道躯搁置我无缘无故的发痒，这里面必有问题。我当初似乎在分析渡仙门门风有点歪的原因时，考虑过月老和姻缘红线的可能性。莫非真的是月老在搞鬼？可月老怎么敢对人教道成下手呢？兰陵和忙道：师兄你快些入梦吧。李长寿目光一凝，淡然道：先不去。先不……这个也能拒绝吗？他们若能入我梦中，为何还非要托你来告诉我这般？这次啊，应该是月老有求于我，倒也不必担心，让我好好斟酌一番。丽阳啊，你先去躺椅上再睡会儿，或者发一会儿呆就好了，不要专注精神。假如那个金甲天神再次托梦给你，你就问他具体何事，就说我在这里正忙着炼丹，不便入梦。好。灵娥眨了眨眼，乖巧地答应了一声，迈着轻盈的步伐飘去了门外的遥远。又被师兄当法宝用了。他心底轻轻一叹，嘴角却露出了少许微笑，也挺开心的，能帮上师兄什么。天庭神威殿梦天仪前，第二次托梦给渡仙门弟子兰陵娥之后，金甲仙官的心神自梦天仪中回归，怒气冲冲地抓过一把长枪，咬牙道：他竟不过来，还说在炼丹。月老，小仙这就下去拿他上来。仙官不可，仙官不可，这是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旁边的月老一愣，连忙上前阻拦，心底虽然知道这仙官也是摆个样子，人教道成再小，那也是人教道成，渡仙门未必会将他们两个天庭小仙神看在眼中，更别说是直接去抓人了。
但是毕竟是自己有求于人嘛。月老劝阻了一阵，这金甲仙官总算是消了消气。月老问：那边是如何说的？他师妹倒是客客气气，礼数也周全，言说自家师兄正在炼丹的关键时刻，无法分心，还问咱们找的师兄有何贵干，若是要紧之事，还请对他说明。这……月老顿时犯了难，这事儿可不能随便说出去啊，事关自己的名声，传到陛下的耳中，陛下肯定也会怪罪。月老沉吟几声：能否再请仙官您帮忙找他师妹一次？小老儿在这里多谢了。哎，月老客气了，也就是芝麻大点的事儿。仙官转身面对着孟天怡，却是禁不住咧了咧嘴。每次托梦，他元神之力消耗的不轻，再多来几次非要晕在这儿不可。渡仙门丹房中，李长寿听师妹说刚才见面的情形，叮嘱了他几句。很快，灵娥愣了一下神儿，又恍惚看到了一片云雾。啊，师兄又来了。去吧。李长寿笑着点了点头。灵娥闭目，很快就进入梦境，而李长寿则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着灵娥的状态，就是睡着了，完全没有道韵流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李长寿抬手戳了戳灵娥的手臂，灵娥轻了一声，像是半梦半醒。天庭不愧是天道定下掌管天地的机构，托梦应该也是某种天道保护引发的，竟然这么神奇。仙识扫过小琼峰各处，李长寿陷入了深思。背后捣鬼的未必只是月老，月老八成跟此时这个金甲天神一样，只是个工具人。封神劫运远远未到，天庭刚建立不久，玉帝都必须谨小慎微。玉帝安排的月老应该也是一个胆小之人。